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帶觀眾朋友特別來關注到是美國這一回硬抓了委內瑞拉的總統之後呢，沒有想到委內瑞拉這一回是拉起了全國的警戒戒嚴狀態，代理總統宣布了現在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且他還揚言說要逮捕這些親美人士。總統府前則是現在面臨的是槍聲大作，連戰車都開上街頭了。難道內戰真的要爆發了嗎？趕快來關注，這是最新消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呢，在1月15號這一天，在這個美國總統被抓之後，1月5號這一天，副總統正式的就職了，代理總統他是羅德里格斯。那《每日郵報》就特別在這邊做了一個報道，說呢，在他就職當天晚上，委內瑞拉總統前突然間爆發了激烈的槍聲，還有戰車開上街頭。那其實呢，在他就職的當下，他之前我們知道他多次的跟美國嗆聲，但是呢，昨天又說要配合美國，但是最新消息就在就職的當下，他又說了，來自於副總統的最新說法，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且逮捕親美人士，被解讀說是不是壓不過內部軍方的這些壓力，所以呢，現在乾脆配合軍方一起來反美呢？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一起的來做關注。那他可以做多久呢？這個代理總統的職位，也就是從現在開始可以做90天代理。然後最多延長一次，也就是說7月份以前，他最多可以做到這個時候。那如果在這個時刻7月份之前，馬杜羅還是沒有辦法回到委內瑞拉的話，最多30天內，委內瑞拉就要自己進行選舉來選出這個新總統。不過當然了，川普在這個時候放話，確實啦，你委內瑞拉想要選出新總統，但是你目前的狀況不太可能吧？現在你的內部這麼的混亂，你應該先把自己整頓好吧？所以呢，他相信接下來美國的石油公司呢會去幫忙整頓，在18個月內就可以重建委內瑞拉的石油設施。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現在如果川普真的不讓馬杜羅回到委內瑞拉，下一任的領導人會走大選路線嗎？看起來好像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會不會比較大，變成這種武鬥？美國的權力真的能夠掌控住委內瑞拉嗎？在此之前，會不會真的就引爆了委內瑞拉嚴重的軍事鬥爭？大使怎麼看？其實這個羅德里格斯哈，他這個在國會啊宣誓就任，那個氣氛非常的好，那個幾乎反對黨哈，現在也一致矛頭對外，就變成現在外侮來時啊，這個造成內部的團結，所以現在委內瑞拉事實上是外張內弛，內部的話反而沒有過去那麼緊張。因為這個國家受到了外敵的入侵，而且這個對這個國家來講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跟羞辱。雖然西方的媒體啊，美國的媒體，一開始去報了很多這些委內瑞拉的民眾上街去，好像放鞭炮慶祝啊，終於把這個 Rodriguez 要把這個馬杜羅抓走了，但是那個是媒體上的，就是說它是展現出來是一個非常局部的。是。全面性你要看他國會的氣氛，國會氣氛，委內瑞拉展現了空前的团結，這個是目前我們看到。你說未來會不會有變化？不知道。可是目前的情況，就他就職典禮來講，都是非常非常的平順，沒有人在下面叫囂，也沒有人有反對的聲音。為什麼？因為事實上，這個委內瑞拉被美國跟美國的西方的媒體把它長期的妖魔化，認為這個國家就是一個怎麼樣亂七八糟國家。那沒有想到，人家面臨到這個挑戰的時候啊，1月3號當天，他們的總統被這個綁架以後，事實上他們的國家的這個憲法法庭就立刻開會，開會以後就做出了裁決，然後命令執行副總統羅德里格斯以代總統身份承擔並行使委內瑞拉總統一職，是，所以他這個整個過程是完全依照憲法的規定，所以 Rodriguez 他拿到這個位置，照樣是有他的合法性。那這個合法性現在還得到反對黨來承認。當然，他們一上來以後，
那他們現在其實不是抓這個親美，他是說在這一次啊，美國對委內瑞拉進行斬首行動的時候，這些替美國做內應啊，幫美國人執行這一次任務的人，他們現在要抓出來，要追究責任。倒不是說全面性的哈，做一個反美行為。那另外一方面，他們也說要希望美國把這個他們的總統還給他們。然後呢，而且說這個Maduro 是委內瑞拉唯一的總統。那當然，照委內瑞拉目前的憲法規定的話，他如果說這個原來總統不能逝世，他代理也只有3個月的時間了。對，我想他們會依照憲法的規定。那反而倒是美國不願意看到委內瑞拉現在改選，因為為什麼？他現在需要一個穩定的委內瑞拉，而不是一個混亂的委內瑞拉。因為混亂的委內瑞拉，美國的石油公司不敢進去，不敢去把这個石油啊，它這一次真正的產業把它接下來。所以呢，這一次可以說是圖窮匕見，也就是說把委內瑞拉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其實啊，川普所圖啊，看起來主要還是在那個石油。好，所以看起來现在整體委內瑞拉內部的這個團結的情緒，好像仍然在持續蔓延。不過在這個此刻，現在也內部傳出來說，那現在沒有總統嘛，是真空的狀態。接下來可能會由誰來做這個權力上面的帶領呢？有6個人選現在已經出來了。除了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這個副總統暫代這個代理總統之外，我們現在也看到這個當中還包括了有這個美中的較勁，因為不同的領導人其實他們各自支持的國家也不太一樣，尤其呢，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代理總統，他一下親美一下反美，但是我們來看到2位，這個是比較偏向中國大陸的，包括了國防部長，目前掌握委內瑞拉軍權的這一位洛佩斯，另外一位就是馬杜洛的兒子，他是蓋拉，3位現在被視為是比較稍微親西方的，包括了这個前反對派領袖，目前流亡在西班牙的這一位，還有就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他也說呢，他有意要回來執政。那另外就是現在川普自己欽點的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誰比較有可能呢？那接下來包括了美中俄會如何搶先在委內瑞拉這邊進行布局？上次哥怎麼看？我在想，委內瑞拉如果沒有那麼多石油，我們對誰接班大概沒什麼太多的興趣了。但就是那麼大筆的財富，而且看到盧比歐也在上面。但其實在國內跟國外看不太一樣。不過我們首先先看一個結構跟模式。在中南美洲或者說其他類似的國家裡頭，往往如果出現，不要說這次是美國把馬杜拉帶走，如果有類似這樣子突然一個權力真空狀況的情形之下，大概會有2個系統出現，決定了這個接班人。首先，第一個，如果是他們的原先的無論憲政或政治的體制，還相對來說比較可以，也就是說民主體制還是有的這個情形之下，大概就內部的這個主要的力量，我想毫無疑問的，就現在的羅德里格斯這個副總統，特別是他自己的出身，還有包括他的兄長 George 也是一方人物。那麼他們過去包括不只是在整個境內，整個委內瑞拉，包括他們在華爾街股市方面當中也有很多的關係，也就是說，它不只是國內關係，國際關係也都有的。這項循序漸進哈，也就是說，現在不管是馬杜羅怎麼樣的時候，但是馬杜拉怎麼樣，但是現在這個副總統的總體的狀態是可以的。那麼在此之前，第2個東西，我們看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家人。過去其實這個我們看到的這一次在抓這個總統，他的夫人西利亞也是一方角色，包括我們現在看到還有他的兒子蓋拉。這個往往也就是所謂這個自己的親人本身還是有權力勢力的哈，所以這個也要關注。當然說實在的，另外帶就反對黨啦，反對黨當中除了這個還有流亡，我覺得流亡通常不太可能成啦，你沒有在內在外，你只能博得一些媒體的聲量而已。所以實質上是誰？其實最大關鍵就是軍跟警。我們現在看軍力當中，向來在任何政權的跌宕動盪的時候，國防部長這個角色很重要。那麼目前看這個所謂這個洛佩斯，他的角色長期在委內瑞拉來說還是說比較安定的，並不是說是極端強勢。我們知道過去在委內瑞拉在查韋斯在的時候呢，他是欽定他的接班人哦，也就是說，在過去被抓起來的時候，马杜拉被抓起來的時候，
他在2013年就被指定了非常漫長的時間陪伴在側。雖然以前是公車司機，感覺沒念什麼書，可是就是指定他呀，他就是符合現在查韋斯認為就是有點類似像共產主義這樣的所謂社會主義當中從基層起來的，然後基層執政，然後會創造共同平均，不管是均富或均貧的這樣子的政治社會。可是現在不一樣了，所以軍人的狀況要看。那這位洛佩斯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強勢哦，像緬甸那樣。另外還要注意一位，我們在上面沒有看到是他的警察卡貝友，他雖然是警力，可是警力當中所用的槍桿子跟維持社會的力量，在內部的動盪當中很重要。而且這個卡貝友其實是過去跟整個總統家族的關係非常好。我要表達的是，現在我們在看這些人是怎麼樣。除了美國的力量，是不是無論是盧比歐，我認為第一順位是美國想要扶持誰？除了盧比歐之外，如果境內他要扶持現在的副總統或合作，那會是很大的力量。第二個部分就是軍警跟誰合作，無論是軍跟警，甚至一起支持誰。如果我們現在看到軍力跟警力都同樣支持副總統羅德里格斯的話，那應該就會非常穩了。所以這段期間，因為美國的最後意志，還有現在在紐約的審判還沒有最後定下來，還會有一段波動的時間。但如大使講的，目前比較穩定，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形成過程當中幾個主要力量，美國力量、內部軍警力量跟社會當中慢慢歸向誰，應該真正的接班人，或至少暫時頂替的人，就會具體出現了。好，暫時頂替的人選，現在全力真空之下會是誰？我們還要再做持續的一個觀察。不過呢，這一場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事件都還沒有平息，川普在此刻也持續的對外放話了。他說，現在要小心的不是只是委內瑞拉的事情結束就好了，接下來他警告了古巴、墨西哥、哥倫比亞，你們要小心了。他也直指哥倫比亞的總統，特別點名他哦，特別點名這一位是裴佐，小心一點啊，因為我認為呢，出兵哥倫比亞聽起來很不錯。好，那裴佐沒有想到他是在社群媒體上立刻回嗆了。他以前呢曾經是游擊隊的成員，他說：“我曾經發誓過，我不會再碰武器，但是如今為了我的祖國，我決定會再次的拿起武器。”不只是這個哥倫比亞總統出來嗆蝦，古巴的總統也嗆蝦。他表示說，古巴的軍隊已經準備好了，必要時也會採取行動。接下來哪一個人會是川普下一個出兵的對象？美國有可能因為這個事件埋下接下來跟南美洲國家，尤其是左翼國家開戰的一個種子嗎？幹哥怎麼看？其實如果照美國的利益而言的話，這些國家他都要開刀的。可是如果說這麼的頻繁、這麼密集的紛紛對自己的後院展開軍事行動的話，可能國際社會不會原諒他。到目前為止，我們不知道美軍出兵的合法性跟正當性能不能符合海牙的國際公約或者是國際法庭的一貫精神。我覺得這些都是說不過去的。可是竟然連那個美國的戰爭部長赫格塞斯他都說我們一切合法，合了什麼法？國際社會正要問你說，你究竟合了什麼樣的法規，可以擅自出兵到人家家裡，把人家的總統給抓走？對，這是一個很顯而易見的問題。當然，你美國的拳頭大，當然我們在看這個事情，直到現在事件已經過了72小時，我們還在想同樣的問題，就是說，你怎麼會這麼不堪一擊啊？你是主權獨立國家你怎麼可以讓人家跑到你的總統府，把你的總統從睡夢中給拖走，然後你的侍衛隊、你的軍方的所有的系統都付之闕如呢？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詫異哈。就是說，一個主權國家可以讓對方的武力如入無人之境，我覺得這個就是南美一系的國家，他們必須要好好思考這樣的問題。所以今天如果說像是古巴、哥倫比亞甚至墨西哥遇到美軍的再次斬首，你們抵擋得住嗎？現在你就要開始想這個問題了。尤其是佩德羅就是哥倫比亞總統也翻譯成佩卓啦。Pedro， 他老實講一句，他從小他就是在叢林裡面長大的，他是游擊隊出身的。他今天能夠脫胎換骨變成了總統，那他一定有他的人民意的基礎在。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毒販或者說他以前是游擊隊，但不管怎麼樣，他今天做了總統。所以川普用很惡劣的形容詞來形容他，他說這是一個病態的男人治理的國家，說佩德羅是一個病態的男人
治理了哥倫比亞這個國家。坦白講，哥倫比亞它跟毒梟的關係，那就跟墨西哥和毒梟的關係是一樣的，幾十年來都是斬不斷，那理還亂，所以一直這樣，長期以往。那川普有講一個比較實際的東西，就是說什麼？就是說佩德羅有自己的骨科鹼工廠，可是你要提出證據啊，對，證據在哪裡啊？你有自己的骨科鹼工厂，那是很嚴重指控啊，因為他是總統你又拿不出來，那你这樣你如果要再斬首他，這樣國際社會就不能接受了。還有一個就是古巴，古巴說他怎麼說？川普說古巴你是失敗國家，你現在這個總統卡內爾不但沒有以前卡斯楚的魄力，而且古巴現在不是靠委內瑞拉的石油化，經濟早就崩盤了。他想的是不是事實？是事實，可是也輪不到你川普去干涉人家內政，甚至要把人家的元首給斬首吧。我認為這一出鬧劇到此為止了。美國還是要自己想想看，自己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等一下我們還有更多問題可以提到美國的想法，我覺得真的是異想天開，痴人說夢。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